女人伪装成流浪汉来到押运车跟前儿，二话不说就开始擦拭前风挡。此时，隐藏在刷子里的扫描仪器识别了车架号，临走时还不忘要上$1的擦车费。等押运车驶离之后，女人掏出手机连接刷子上的扫描仪，将识别的车架号数据发给南哥。南哥收到数据，迅速来到楼顶，根据数据黑入押运车的中控电脑。等押运车抵达博物馆门口，佛伯勒下车巡视周围，确保一切安全。头儿，嘎嘎安全，出来吧。然而，正当哈利抱着价值2亿的钻石开门时，发现车门怎么着也打不开。紧接着车辆轰的一声突然自动启动，哈利吓得紧忙扑向驾驶座，试图控制汽车，谁知车辆猛地向后倒车，瞬间给他甩了个四仰八叉。此时南哥站在楼顶操控汽车，将前后2台车撞开之后加速冲了出去，而车内的哈利无论是操作方向盘还是踩刹车都是无济于事。就在哈利吓一脑门的汗的时候，佛伯勒开车追了上来，左右夹击，试图别停汽车，谁知汽车的安全气囊都被干出来了，车子依旧横冲直撞，没有丝毫的减速。当汽车行驶至立交桥下面时候，突然来了个180度小漂移，甩开了佛伯勒的小汽车。哈利一看，哎呦，车子总算是停喽！谁知一转头，一辆擎天柱大卡车径直冲向了他。擎天柱顶着汽车的侧面，连人带车将他顶进了旁边的仓库。随着仓库大门缓缓关闭，女人卸下伪装，脱去了流浪汉的衣服，跟南哥一起来到仓库，打开了1000瓦的照明灯，射向前挡风。哈利见状，掏枪朝前方崩了一枪，但车子是防弹的，搞不好子弹又反弹崩着自己身上。这时南哥打开汽车的引擎盖，拔掉车载空调的通风管，连上提前准备的麻醉气体，然后摁下小开关，麻醉气体顺着管道的空调出风口呼呼的冒了出来。哈利一看，紧忙用手去堵住风口，可出风口太多，2只手压根儿就走不过来。结果不到1分钟，哈利就被熏迷灯了。等到佛伯勒满大街找到哈利的时候，赶紧用卡片打开他手里的密码箱，谁知里面的钻石早就不见了，已经被换成了$1的擦玻璃小费。随后南哥将2亿的钻石卖掉之后，带着媳妇儿来到马尔代夫过上了退休生活。然而3个月之后，当南哥回到自己的海边别墅，发现哈利正坐在自己家里喝着昂贵的 whisky。 你知道这酒多钱吗？你就给开了。西海游轮明天将在这里停靠1周，上面有颗价值3亿的钻石在参展。这1周我会死死的盯住你，直到游轮安全离岛。老弟，我退出江湖了啊，对那颗钻石没有兴趣啊，不送不问。随后南哥寻寻这是送到嘴边的又心里痒痒呀。虽然说接下来哈利会时刻盯住自己，但对于南哥来说都不叫个事儿。盗走这颗钻石那还不是手拿把掐 ，so easy。男人拆掉展厅上方的射灯，然后戴上激光探测眼镜向下一看，展厅里错综复杂的激光跟那个蜘蛛网似的。这时南哥拿出自制的机械吊坠，顺着小窟窿眼缓缓地将其放下。当吊坠稳稳当当地穿过红外线光，落在展柜上方之后，南哥按下开关，释放吊坠上面的2管红黄药水。随着融合的药水滴落在展柜顶上，玻璃开始被迅速腐蚀。很快药水顺着吊坠的钢圈，将展柜的玻璃腐蚀出了一个5厘米的小窟窿眼。南哥将吊坠升了上去，然后放下来一个吊钩。当吊钩穿过展柜达到钻石的上方，里面唰的一下伸出爪子，爪子向下稳稳地抓住了下面的钻石。这个时候南哥向上转动机械臂，成功地将钻石给吊了上去。警卫从监控里看到这钻石被调走，紧忙冲进展厅朝通风管道疏通。南哥则迅速地撤出了通风管，顺着游轮上的绳索潜入大海，手持事先准备好的推进器，紧忙前去与队友会合。而1周前，身为佛伯勒的哈利料到南哥指定会惦记偷这枚钻石，那他肯定24小时形影不离的死死盯着南哥的一举一动，就连睡觉俩人都得躺一块儿。直到有一次，哈利连喝了80杯鸡尾酒之后，确定他已经断片了，南哥才趁此机会开始制作偷盗设备。然而就在游轮即将驶离马尔代夫的前3个小时，哈利一直像个狗似的跟着南哥无从下手。于是南哥便提议一块潜入到海底寻宝。等到几个人下潜到一艘沉船的时候，南哥的队友从沉船里冒出来顶替了南哥。南哥趁机迅速离开此地去偷钻石。等成功得手之后，南哥再迅速返回来，跟哈利他们一起上岸。谁知一上岸，哈利媳妇便收到了钻石被盗的消息。哈利一听，哈哈，好啊，你小子玩的妙哈！不在场证明，让我给你整的是属实挺哇塞明白的哈。接着哈利的媳妇给南哥上上下下搜了一遍，没找着钻石。而警方同时搜查了南哥的别墅，也没找着。不久后，就在警方放弃调查之后，哈利嘚儿喝的来找南哥叙旧。南哥一眼便看到哈利带了块劳力士，哎，最近发财了，奢侈品都整上了。马马虎虎吧，还行，嘿嘿，来吧，请你哈一杯。而当南哥喝了一口，顿时觉得不对呀，那不果汁吗？哈利得意地说，对，纯果汁。南哥瞬间意识到自己被哈利给骗了。原来那天晚上哈利喝了80杯鸡尾酒，全是这个玩意儿。他故意装醉，然后悄悄跟随南哥来到海边。当看到南哥在海边的木桩上打孔之后，
后，等到钻石被盗，哈利抠开木桩，果然真在里面找到了那颗被盗的钻石。你知道印鱼吗？印鱼吸附在鲨鱼身上，鲨鱼努力猎食，印鱼却不劳而获。此时南哥才恍然大悟，当初哈利告诉他游轮上价值3亿的钻石在参展，其目的就是勾引南哥去偷钻石，他好坐享渔翁之利。看着哈利笑得让人们太嘚瑟了，南哥淡淡的说：哥们儿，我赚的 money 这辈子里都花不完了，已经不在乎这颗钻石了，祝你好运 ，Good luck Harry。随着哈利带着这枚钻石嘚呵的赶往机场，南哥在海边掏出手机，此时哈利乘坐的汽车突然升起车窗，哈利顿感不妙，紧忙去拉车门，一看打不开呀，下一秒汽车自动油门直接干到底，然后是360度无死角疯狂漂移转圈啊！南哥看着监控里的哈利，你偷我钻石，我搞你一下，过分吧？